父。我叫李长寿，一个蓝星人，因种种意外来到洪荒。稳健是我的人生信条，躲避封神大劫是我的终极目标。为应对冉登，我摇来凤族大佬武勋，谁知他俩一见面就开打，绝非单方面殴打。最终在云霄仙子的细心开解，以及我和公明老哥的劝说下，冉登赠宝赔罪，纷争平息。却不料天谴突然来了。大战过后，10万魔兵只剩下3623人，他们的魂魄受魔气侵蚀，已经失去了一切情绪和感知，只知遵循燧人兄的战斗指令，护卫人族。那燧人前辈他，天道判定他魔气深重，已经成为天地的隐患，于是剥夺了本属于他的天庭地位，并将他禁锢。燧人兄不得不退守火云洞，一面修复战体，一面镇守人族气运，制衡天道。大禹前辈，要如何才能约束天道的力量？燧人兄就是对天道的反约束。吾等在洞中修行燧人兄的星火大道，就是为与天斗。若天再对人族举起屠刀，吾等就在大地上一跃而起。然魔兵万年见面了，燧人神伤势如何？不劳挂心，燧人兄托我前来向您问问。人皇虽离开俗世，却容不得人族被随意欺凌。不对，若燧人前辈当真无恙，他定就亲自带着魔兵来。这样下去，如果道祖执意出手，再加上道祖的6位圣人弟子，局面将对人皇非常有利。天庭水神拜见道祖，小神奉玉帝王母之命，辅佐龙吉殿下，暂代天庭诸事。今日见有情国国主逆天续命，国运将尽，特来为有情国之人寻一场机缘。机缘何在？小神见此女颇有慧根，想与她腹中胎儿一道天命，让她与她的后人带领有情国移民，再立新国，定会比现在的有情国更为昌盛。天道不是想生商吗？若将有情国改建为商国，岂不是能变相保下有情国的人，保住人族的利益？人荒们也就不会再与天道起冲突。你可愿结下3道仙契？契一，新国任何国主若违反天命，便魂飞魄散；
其二，兴国须尊天庭，尊祖尊礼。其三，国不可养修士，天庭自会与尔庇护，如何？简狄谨遵先人旨意，今日得先启，故有我有秦国一脉。简狄愿将复胎儿命名为契。商国始祖契，果然，一切都会按照天道之意进行。小神如此处置，不知是否合适？玄鸟孔宣将赴兴国百年，尔等须以兴国图腾感其恩德。孔宣大人怎么了？道祖对他进行了修正。什么是修正？天道绝不允许任何事物违逆天命，一旦发现，就会让道祖进行修正，或动摇其意念，或将其一举抹杀。孔宣，带他们向东去。孔宣领旨。所以，是天道让道祖篡改了他们的思维，哪怕是有秦国自愿升商也不够，必须得有玄鸟升商。天道就容不得封神大劫的剧本出现丝毫偏差吗？众将听令，收兵回火云洞。长庚，我曾问过你人与天争之事，争有成败，成则改天换地，败则沦为天道掌控洪荒的棋子。如今你应当明白了，人族所面对的是怎样强大的对手，无志不改，死战无休。人族若想强逆天意，除非拥有盘古那样超脱天道的力量，不然终究会被天道所禁锢。可即便是如今洪荒最强的道祖，也必须遵循天道意志行事。只靠力量，真的能胜天吗？长寿师兄，我与父母终会有再见之日，对吗？一定。未来封神大劫开启，商国百姓必会卷入无端战火。我要想助人族避开劫难，往后势必要与天道博弈。我为棋子，亦可为执棋者。弟子修行至今，是否改变了什么？是。弟子如今是否在做某些判断时，已被天道影响？无需自疑，道有其中。也就是说，天道对生灵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。谢圣人点拨，弟子心安了。天庭重中之重，请记。什么叫重中之重？难道哪怕牺牲道门的实力，去快速填充天庭、完善天道，也在所不惜？
师尊说，今日之后道门将有大劫，只是天机紊乱，师尊也无法窥到大劫的真相。从古至今，劫难来去，早已习惯了。小法师还未经历过大劫吧？一定要小心。大劫来临时，谁都不知道心底泛起的念头是否就是天道作祟，要拉自己入劫。天道为何要降下大劫？天地间的灵气是有限的，随着越来越多生灵开始修行，将灵气化作自身法力，天地灵气濒临枯竭，于是天道降下大劫，强制让生灵将灵气归还给天地。似人族这般，不用灵气修行也可生存，修行也可成为高手，护卫天地的种族，倒是很符合天道的利益需求。人与天均衡发展的办法，或许就在这里。小法师道友，燃灯副教主虽已离开，却不知是否会在暗处设下埋伏，可用我送你回天庭。啊！哦！你们这小子当着我的面把水神老弟相救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可不地道啊！水神老弟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唉，怎么了？今日之天谴，让我想到了此前的天罚。我怕是得到了天道老爷的关爱。渡劫遭天罚，炼纸人遭天罚，如今又遇天谴，逼得我是皮开肉绽，但只能感恩感念。可见道友的实力大有增益，才引来天道的关注，当为你贺喜。道友一向思虑周全，却也太过耗费心神，偶尔也该放松些才好。仙子也知，我修行岁月不长，到今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。我怕，若有天自己推断之事发生，却又无力阻止，只能时刻去想去算。你最长的一次想，持续了多久？17年。是为了何事要想这般久？道门。若是道门之事，我亦是道门中人。如果道友不介意，日后我可与你一同想。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。那我这便回三仙岛修行了。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仙子，那个，我们此次会面是事出有因，可否不算在500年的计数内？自然。公明前辈，这是作何？水神老弟，你不知道，人家有个小法师又和你抢我大妹，再不抓紧时间找你们天庭的月老帮忙，你可就没戏了。大劫都快到了，现在是在意这个的时候吗？我该怎么跟你解释？那个小法师就是我呀！月老掌管姻缘，每日都与姻缘打交道。这洪荒天地之中，想必没有人比你更懂姻缘之事了。略懂，略懂。他懂啥？他就是被玉帝放在这里看管相思树的，一个几万岁的纯阳天仙，他能懂啥？月老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让你听我说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云霄仙子想和水神做知己，
水神想和云霄仙子做道侣。没错。可云霄仙子这般的先天生灵，在相思树上并无牧人，小神牵不了他的红线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不如让水神给云霄仙子写封信，暗表心意呢？信？可是那种看起来很好懂，实际上看不懂的信。莫非公明前辈收到过这样的信？金光师妹给我写过。哦，看来是金光前辈想和公明前辈做道侣，公明前辈把他当知己了。金光圣母在封神大劫的故事中，死后上封神榜，成为天庭的殿母。在生商这个节骨眼上，未来的殿母突然苦练未来的财神爷，是姻缘到了，还是又一个天道剧本？这已是金光师妹最近送来的第3封信了。莫非道友对金光道友无意？我素来将金光师妹当作同门看待，别无他意。可是我每想开口拒绝，她都用那种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。狠绝的话，我根本说不出口。公明前辈，你何不也写信给他？好主意，以后你别老叫我什么公明前辈，叫我公明老哥就成了啊！好，公明老哥。金光前辈，这封信确实是我提议让公明老哥写的，他对你之事颇为烦恼。是我不该纠缠他。不，金光师叔，依我看，公明师叔写此信未必就是拒绝的意思。火灵是指火灵圣母，多宝道人之徒，结交3代弟子的翘楚。封神大劫中为报徒弟之仇，与西周经对阵，是引动产劫对峙的关键人物。说来截教女仙怎么都爱自称圣母？这不是和圣母女娲撞名了？叫圣娘多不实。师叔，您从第4行开始，将这书信每逢双行的首字连起来一读，便知其意。这封信拒绝的够明显了吧？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今昧莫及，无心久矣。这也太妙了！他还会写藏头诗，是太牵强了吧？若真是藏头诗，为什么我从第1行就开始藏头？金光再傻也不会信的吧？原是我误解了公明师兄的心意。公明刚才多谢水神，金光师叔苦情久矣，我实不忍看他黯然神伤。听闻您才智过人，这才将他哄来您这儿，还请您出手相助，一因因果，我愿承担。金光前辈竟有你这般挚友，也罢，我可以帮你。小弟子，你外出历练可算是回来了。那玄都小法师，关键时刻跳出来坏我好事，实在可恨。快让你那谛听施展神通，我必要将他找出来。早已试过了，连谛听也无可奈何。这么没用，不如走点钝的。
今日道门内似有情感纠葛，或有可成之机。小地藏，你有把握吗？哎，听说了没？火灵师姐已经搬去了公明师叔的龙福洞，二人已经……火灵？谁说的？是阐教的黄龙师叔。就是你传的我和火灵师侄在一起了。这简直是危言耸听！我说了，我没说，我就是没说。你们这叫怎么诬赖人呢？一会儿说你说了，一会儿说你没说，恶人露馅了吧？哎！怎么了？这是马什么？你看，大师兄，快来呀！邪教起伏龙了！哼，谁还不会摇人了？邪教弟子听令，速来中州集合！黄龙师弟四处造谣，败坏我徒儿火灵的名声，你阐教这究竟是何意？三教同源同流，你辱骂黄龙师弟，可曾念过道门一家？我遭了算计。为何？阐结两教这般情形，不是我们想见到的吗？我要的是徐徐图之。待两教间隙积累的足够多，最后终会崩塌。但今日两教的情状，已远远超出我的设想。幕后设局之人，不但看穿了我的计谋，更用以反制于我。这多宝和广成子演的倒是怪好的嘞。西方教今日事情闹得那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如何收场。哎呦，玄都大法师终于登场了。师长，早前闻你两教谣言之事，我便请天庭出面引动天道之力，迎出一面正德碑，可追溯一世之源。二师尊，12品功德金莲，是西方教在替此人遮掩。截教众仙听令，阐教众仙听令，随我逼上灵山！好生凶险，此局真是环环相扣。小地藏虽及时返回求援二教主，躲过正德碑之计，但这逼上灵山的算计根本避无可避，怎么办？西方教能主事的，给贫道出来！来得好快，难不成今日便是我的死劫？主人，估计你这次没救了，记得给我找个好下家。二师尊，不知我在您心中，是否如一枚可以随时被舍弃的棋子？诸位道友，
如此兴师动众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西方教造谣生事，毁我图清誉。玄都师兄已用正德碑推演，凶手正在你们灵山之中。道友莫急，西方教定给你们个交代。你们之中谁做了此事？此事是我做的。弟子谢过二师尊。主人，你们教实在太不把生灵当生灵看，竟用摄魂之法操控自家弟子。慎言。听闻你四处碰瓷我教弟子，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想到了这挑拨道门的计策。果然找了个弟子背锅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们上灵山后，西方教定会随便找个弟子背锅。不如……是吗？你照着这法招所写念一遍，立下天道誓言，我便信你。天道誓言容不得半分谎言，倘若这弟子当真念了，便立时会露出破绽。用天道誓言令西方教陷入两难，水山老弟，妙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念！还是说你不敢念？此事不过是场私怨，道门三圣与西法二圣皆师从道祖，何必闹得如此僵硬？西方教真是厉害，我们讲道理，你们就说面皮；我们说面皮，你们又开始讲感情。可这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我道门恃强凌弱呗。既如此，我等便认了。今日过来就是捏你们这些软柿子，不服就打，服就憋着。哦，他就是太乙真人，真阴阳怪气大师，一开口就能气死人。也不知未来哪吒是怎么忍受这个师傅的。那是。缘起缘落，自有缘法；既有前因，自生后果。即日起，灵山封山1000年，若无贫道之命，众弟子不可随意外出。这准提当众灭口，太不要脸了！公明老哥，我们的目的已达到，今后西方教不敢再随意算计道门，当适可而止。今日因果已了，我等就此告退。今日之事当真痛快！此行不但顺利瓦解了西方教的阴谋，还拉近了阐截两教之间的关系。但愿未来大劫中，两教别再斗个你死我活。太极图是太
清圣人在为此人遮掩。你在明，他在暗。是故你败，他胜。自今日起，你在此地禁足思过。若无我令，勿多出手。谨遵二师尊法旨。主人，你知道幕后主使是谁了？拥有如此过人的智计，能躲过你的心生探查，背后又有太清圣人替他遮掩。放眼整个洪荒，除了水神，还能有谁？主人，你在害怕？我没有。若此次当真是他所谋划，那我也不算败得太冤。算计不过就算计不过，你何必嘴硬？急了，心境乱了，全是破绽。水神，下一次交锋可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闭关数月，近日才听闻火灵失职与我大哥那谣言之事，幸好你暗中筹谋，揪出凶手，否则以大哥的性子，只恐此事不能善了。只是略施小计，仙子过誉了。产劫关系虽略有缓和，但产劫相争的未来究竟能否被改变？两教相争是必然之举，还是这结果只是天道想促成的？纷争平息，你怎么还如此心事重重？我在想，天道之下，生灵是否有选择的余地？是不是生在这天地间，就逃不开天道的掌控？倘若有一日，我又逆势而为，又当如何？大道五十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。此一不为天道所掌控，便是变数。可谁能保证，在每件事中，自己都能成为突破天道界限的那个变数呢？你可还记得我结交的教义？为万灵截取一线生机。你性子中总喜欢稳妥，以至于对旁人都难以完全信任。但有时，这一线生机，并不会印在自己身上。师尊常教导我们，互帮互助，有难同度。能用重力，则无敌于天下；能用重智，则无畏于圣人。我懂了。跟前辈高人谈心，对修行当真大有裨益。现在又知我是前辈了。我之所求，将来必与天道大事相依，必要做好万全准备。好你个黑豹，山墙大爷的宝贝！大劫将近的节骨眼儿，太清圣人突然让我去关注一只黑皮豹。奇怪，这豹子看着修为也不高。拿命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多谢前辈搭救。等等，莫非是姜子牙的同门师弟，元始天尊之徒，申公豹？前辈您对我恩同在上，您定会一生平安。
然没死，而我竟没察觉到他的偷袭，就像神识被蒙蔽了一般。什么情况？前辈，您没事吧？前辈为什么？这申公豹在大劫中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煞费苦心，反复横跳。太清圣人让我结识这位劫运之子，看来对大劫也有自己的打算。前辈，您别误会，我绝对没有存坏心，我就是非常真诚的祝您一生顺遂，一帆风顺。老无前。前辈，你还好吧？申公豹这嘴是开了光了吧？不过，倒是可以利用利用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我只是觉得你这只妖颇为有趣。妖庭大兴在即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良才。您是妖庭的人？我留些丹药给你，你且在此地好生养伤，往后自会有你发光发热之处。前辈可否留一名号？贫道本自清修客，少问世事驾闲鹤，你就称我陆鸦便是。妖庭，陆鸦，莫非您是？太子，您的恩情，晚辈永世不忘。晚辈为太子立了一个长生牌位，从今以后每日上香。气息怎么突然这么差了？愿您能万事顺遂，妖庭还要靠您振兴呢。大阵怎会无缘无故破碎？我既没亏气运，也没欠功德，这绝非巧合。究竟是谁要害我？我当然不指望申公豹真能奶死陆鸦，不过倒是刚好借此试探一波天道。自玄鸟升商以来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道的剧本，我究竟可以改动多少？彼时天道本欲将除简狄之外的所有有经过皇室成员全部杀死。经我斡旋之后，这些人得以保全，但同时，天道为遵循玄鸟升商剧本，又对孔宣进行了修正。天道剧本之下，究竟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动的，哪些事情又是不能改动的？为何有秦国皇室可以保全，孔宣却要被修正？在改动天道剧本与遵循天道剧本之间，必定存在偏差率。如果能推导出这个偏差率的精确数值，我就有了更多的可操作空间，尽可能的救下更多的人。而陆鸦，这个封神大劫期间的截教头号死敌，将是我计算偏差率的第一只小白鼠。
还请告诉孩儿，孩儿到底又做错了什么，偏要如此亡我？多少年过去了，金蜈蚣已是如今的断壁残垣，兄弟姐妹们只剩下了我一个。出自汤谷兮，漫天游；归于于渊兮，欲甘渊。唉。圣母娘娘传水神前往圣母宫一叙。让黑豹对陆压行诅咒之事，可是你的算计？陆压多番谋害玉帝陛下，已成天庭心腹大患，小生不得已才暗中出手。我答应过他母亲羲和，要保他性命。今后若他无大过，你不可随意出手。另外，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浪前辈，圣母，我那位同乡，你只需知道他已彻底死了。天道已修正了他的存在，无也不可多提。浪前辈死了，那我之前的猜测有误。太清圣人和道祖红军都不可能是浪前辈了。今日召你来，吾还有些事要叮嘱。三教中，元始师兄心思太深，通天师兄桀骜不羁，唯有太清师兄早早看破盛极而衰之。7年巫妖大战之时，6圣之中，唯有太清师兄暗中出手，助玄都对战东皇太一。后妖庭没落，天庭兴立，太清师兄更是以化身坐镇天庭。原来太清圣人曾出手助玄都大法师击败东皇太一。等等，大德后土是不是也说过？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，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。人教的许诺，莫非也与太清圣人有关？他竟暗中做了那么多，看来我此前猜测的没错。太清圣人也不愿意看到道门内战，他的计划与我在大劫中捞人的计划并不冲突。多谢圣母指点。来都来了，画几幅漫画再走吧。显然陆压还不能提前死，但要计算天道偏差率，样本数据还不够多，尚需10日。眼下，先从试探公明老哥入手。多谢水神老弟带我来天庭逛一遭。公明老哥，近日听闻有大劫将至，你有何打算？你有应对之策？你看这天庭如何？灵气充沛，大道有宗，可谓是修行圣地。可惜一言一行都有天道监管，颇不爽利。天道至公无私，监管又有何妨？我不慕天庭之功德，不愿被天庭所辖管，更不愿有什么君臣之道。修道为何？先长生，后逍遥，寻的是无拘无束，为的是念头无阻，不然何以求得超脱？
果然，通过让公明前辈加入天庭躲避封神大劫的法子不好使啊！云霄仙子，公明老哥，我究竟怎样才能救下你们？太子旧伤未愈，似又添了新伤，此乃12品功德金莲所结，能助太子早日痊愈。想与我联手对抗天庭和道门，仅凭一颗莲子可不够。联手？我要的是妖族听命于我，令行禁止，不可违抗。妖帝印玺，啊，此物怎会在你手中？2位妖皇陨落后，妖帝印玺随之隐没洪荒，贫道费了好些功夫才寻到。太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师兄，我活着回来啦！还未验明正身，就这般毫无提防靠近吗？若站在这儿的师兄都不是师兄，我再小心谨慎，怕也活不了。下山一趟，果然成长不少，心境也非往日。有些事要正式跟你谈一下。啊？正式？啊？玄都小法师，天庭水神，师兄你竟有这么多身份，切记保密。另外，我在外行走，遇见了一位很特别的人。你可听说过云霄仙子？邪教云霄，先天生灵，天地大能。师兄，你和云霄仙子，你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。此事解释起来十分复杂，你可以理解为，云霄仙子与我因某些事有了交集，后来又经历了一些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近了一步。师兄，你一下说这么多，让我怎么信呢？我目前对云霄仙子只是略有好感，毕竟像她这般温柔动人、遇事果决、出手很准的人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先天生灵，圣人弟子，天地大能，美丽动人，温柔贤惠，明显不是对手啊！而你与师父是我最信任之人，你是否愿意站出来帮师兄处理一些事务？啊？我愿意。师兄，我会做好力所能及之事，成为你的助力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。哦，灵娥，你何时回来的？有没有受伤？师父。青丘狐族又来找茬儿。小兰见过奇缘道长。这声音，这眼神，不太对劲。季掌门，我族功德狐女小兰与你渡仙门这位奇缘道长，哼，结成道侣。如何？你摆平什么了？若非你那什么寂寞的歪理，不要怎会？对师父芳心暗许。弟子对症下药，是他想多了。其狐妖此举定然有诈，我已将其引到僻静之地，我可趁机一探。道长一刻也不想见我吗？自上次一别，奴家每次闭眼，脑中便是你，年复一年。
奴家对你早已情根深重。他好像真被师兄忽悠疯了。你真逆徒，老道我！既如此，师父不如以真心换真心。师兄，你真相信狐妖看上师傅了？非也，此乃狐妖之套路，先忽悠仇敌爱上自己，再翻脸羞辱，以此来报复。蓝道友，可忤完了？师父，鼻子。没眼看，没眼看。狐妖路子这么野，师傅能稳住吗？或许能撑3个时辰。道长，我来帮你疗伤。使不得。道长若对我无意，为何不敢正面看我一眼？蓝道友自重，贫道思来想去，有些话还是想跟你说个清楚。师兄，你假扮师傅的事要被抖出来了。师父待人诚恳，又岂会再做欺瞒？道长请说。美色当前，臭老头要原形毕露了。道友其实一直认错了人。什么？果然说出来会痛快许多。道长此话何意？与蓝道友相交的是一位高人，他不想被人所知，故用贫道样貌走动。当然，这也是贫道允许过的，只是不曾想。道长何苦骗我？外貌可相似，但道心、性情却难做到完全一样。虚假终归是虚假，蓝道友着了相。这么说，我一直恨错了人。恨？狐妖心态崩了，师傅却毫不知情，怕是要吃亏。不然你以为呢？还以为蓝道友生了心魔，原来是在骗我。你不是应该一副受到欺骗、愤怒、怨恨、尴尬的表情吗？怎会如此？而且，我生了心魔，不是与你更有利吗？蓝道友困于执念，贫道有不可推卸之责。若你再因此诱发心魔，贫道良心难安。替你样貌之人是谁？事关高人安危，贫道宁死也不会说。蓝道友心中不忿，不若在贫道身上出几口恶气。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不是你，我打你做甚？真诚克腹黑，果然是万年不变的定力。出来吧。师父当真令徒儿钦佩，美色当前，竟能如此坦荡。长寿，你随为师走走吧。师兄保重。若最初便与蓝道友说明白，或许就能省去多年怨怼。长寿，如今你手中权柄越来越重，能在无意间决定旁人的生死命途，那是否也因此少了一份对旁人的敬重？为师已教不了你修行，道理也不如你懂得多。为师知你心底有一份正直所在，只是习惯了稳妥。但因果轮回，一饮一啄，若忽略这般因果，怕是会为你前路埋下隐患。师父，弟子……
这算是蓝道友之士对你的惩戒。哼，以后你也是天庭1号大人物，为师也不能随意教训你喽。敬重之心，因果轮回。尊师所言，有些在理，有些却忽略了你的处境。你发自微弱，又过早参与大教之争，若不遮掩形貌活动，早就生死道相。处置狐妖时，于你而言，本就是两难。仙子可是在为我鸣不平？我处置方式确实粗糙，此番训斥理所应当。只是师父一生情路坎坷，心中执念是与故人重聚，可我并非他，很难做到感同身受。正因如此，才不能把话闷在心里。今后若再有困苦，亦可同我言说。大姐如今可有动心？何谓动心？就是心底总有个念想，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一个人，连大道之中也可见此人踪影。眼下，这般念想是不是劫运作祟，我难以决断，还需闭关思索。水神，奇缘道友出事了。孽缘线。水神大人，您定要相信小神。奇缘道友乃是您的至交好友，小神怎敢给他随意安排姻缘？更何况还是这种命运纠缠、不死不休的孽缘线。是天道，这和大姐有没有关系？狐妖是占据妲己肉身的九尾狐吗？虚假终归是虚假，外有慧而心无恙，亦可修得无上果。你若不想和你那个同乡一样，也成为天道禁忌，便不要再试探天道的底线。162座海神教势力范围的城池遭到妖族袭击。长寿，长寿，逍遥仙宗发来求救信，说遭到数万妖兵围攻，其中有不少大罗之境的高手。即便贫道带人赶去，恐怕也是力有未逮。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也有一批妖兵，数量不下10万之众。
子若能让妖族听命于我，无论最后成或不成，此物送归太子，如何？殿下，先帝便是以此印玺号令百族，若你拿回此物，必能得到北周那批高手的支持，他们都曾追随先帝，实力不亚于当初的10大妖帅。妖帝印玺乃妖庭至宝，自当归于妖庭。可我如何确定事后一定会物归原主？贫道可立天道誓言。怎么，你们西坊教也开始学道门，用天道誓言自证了？方法而已，能达成目的即可。主人，你拿妖帝印玺去赌，小心血本无归。这一次我有17层算计，看水神如何赢我。诸位久等了。地藏，灵山因他而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被尊体圣人启用了。主人，他就是文静。金蝉折损前就怀疑过他。往后见我，不必行跪拜之礼，请起。因各位跟脚，我西坊教无法让你们走到台前，但诸位所立功劳，2位师尊都会看在眼中，该有的自不会缺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谛听日前获悉，水神极有可能出自人教仙宗，但人教仙宗共有6家。文静，你觉得若对人教仙宗发难，逼水神现身，选哪家较为合适？那自然是要选道成最多的那个逍遥仙宗。但水神绝非一语之辈，他那灵爆秘法，委实有些吓人。此次围攻的是人教仙宗，他若用灵爆秘法，岂非自毁城墙？大人所言极是。你我在此商讨时，贫道的算计便已开始。妖庭的妖兵作为先锋军，分往3处袭击，各位只需在此静候指示即可。这个地藏下手好快。水神，是你让我折服的，不是我不给你传消息。你可千万别怪我。主人，这个文静一直在心里嗡嗡嗡个不停，肯定一肚子坏水。快逃！水神，你再不现身，我们就将此地夷为平地！要逼我本体现身进攻熊寨，倒也说得过去，怎么偏偏他选中了渡仙门？不能因为渡仙门菜就那么欺负人吧？掌门莫急，啊，一会儿我会在暗中与您配合。嘿嘿，小家伙，俺又来凑你了！大前辈，太清圣人竟然主动把玄黄塔送来给我防身，看来事情大条了呀！必须启动最高级别防备体系。长寿，掌门，立刻召集宗门上下，赶往地脉挪移大阵。不战而逃？可地脉出的挪移大阵，在上一次渡仙门大战时已经暴露了出口，难保此次敌军不会埋伏在那儿。数年前，弟子便在旧的挪移大阵下方1600丈处，搭建了一处新的挪移大阵，十分隐秘。掌门速速带人前去，逍遥仙宗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。这次就全仰仗长寿你了。天子纸人军团开启熊寨紧急联络通道，神字纸人军团求援多宝道人。
截教火灵，奉师尊多宝道人之命，驰援人教，逍遥仙宗。这水神反应好快呀，又是化身又是求援的。不是还有渡仙门吗？快，让他们跑了！掌门，为何独缺小琼风一脉？他们决定留下来。那弟子也决定留下来，请掌门成全，弟子生死无怨。去吧。掌门，这无妨，他在此地，应该比跟着我们更安全一些。7元师叔，究竟是有情师妹，有些事情还不方便告知他们。师兄，大阵……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你与灵儿下棋看戏即可。师兄，这是来了多少妖族？哼哼，10万有余。师兄，9成8？不然呢？你可是在质疑为兄的遁法？这可不敢，师兄遁法无双，塔路无敌。来晚了，他们跑光了。老大，这里会不会有埋伏？咱们要不问下地藏那边？渡仙门不过是个小宗门，能有啥陷阱？你少给我提地藏！砰！10万妖兵来了，就别想再走。师兄真厉害！糟糕，我是不是说漏嘴了？今日让有情师妹待在此处，我就没打算隐瞒身份。切记，我此前给你们的心生屏蔽仪，万不可离身。师兄放心，保证万无一失。长寿师兄的本体究竟在何处？这个倒是说不精准，不过通常而言，师兄都会在一个最为安全的地方。各位莫怕，贫道只不过是天庭文官，并非武将。平日里只是擅长一些撒豆成兵之术，各类符阵以及各种毒丹而已。冲啊4边符阵，尽此迷宫。
塔前辈，晚辈向您借3缕威能一用。这样一来就能混淆视听，不会暴露我的根脚。这小子，你心眼子也太多了。说好的天庭文官不善武力呢？你这卑鄙无耻之徒！尔等不过是上古败犬，今日竟还敢在此嘤嘤狂吠！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妖。你，水神，你一意孤行，若人妖两族再多大战，此间因果你当一力背负。妖族并非人族之敌，大德大慈的圣母女娲便曾是妖族客卿。只有那些将生灵视为草芥的邪恶生灵，才是全洪荒生灵之敌。怎么感觉水神说的好有道理？不要听他乱说，冲！哎妈，太弱了！这群家伙没吃饭呢，那感觉被他们打，完全就是爬宝界的耻辱啊！地藏派妖兵来送死，恐怕另有用意。3处的水神化身都有玄黄塔，主人，你的算计落空了。只是第1重罢了。文静，你对眼下局势怎么看？地藏大人高明，袭杀人教仙宗，逼出水神根教，只是您的第1步。您真正的目的是想令妖庭为道门仇视，四处树敌，最终不得不投向咱们西坊教。哦，你是如何看出的？我教与妖庭屡屡败于水神，究其根本，乃是我教与妖庭的合作嫌隙颇多，才被水神钻了空子。倘若我教能彻底掌控妖庭，水神自不足为惧。主人，这个文静和你之前说过的话一模一样。文静，有时太过聪慧，并非好事。去渡仙门支援妖兵吧。但愿这一次，你的聪慧不会让贫道失望。是。竟欲借机令妖族投向西方教，不愧是地藏。文静，稍后你配合我。师兄这么一笑，肯定有人要被安排了。今日竟有这么多的妖兵，那位道友果不欺我，当真有大量功德送上门来。那位道友，你什么意思？今日之事，不是只有地藏大人知道吗？难道水神和地藏是一伙的？你们一定是误会地藏大人了。哎呀，被你们发现了！为地藏道友考虑，我今日是绝不能放过你们了。主人，你麻烦大了。天庭水神长庚以神权宝器为令，命天兵天将包围此地，莫要放走一妖。杀出去，找地藏算账！晚了，主人，他已经出手了。
杀人诛心，杀人诛心呐！我近日总是心神不宁，地藏，怕是也有什么劫难用在了兄妹身上。妖庭定将他碎尸万段。文姬，你可知错？龙大爷一回头，吓死后边一头牛。龙大爷2回头，阿猫阿狗忙磕头。龙大爷3回头，尸横遍野为虎牛。是时候特别特别讲个安全，凡事身后祈祷保险。